这次的他也想到处玩，又要出发到外地玩了。那老样子，一样从高雄车站开场，但这次居然是要前往台北。去台北不稀奇，稀奇的是我们很少用台铁前往。原来是老婆大人居然买到台铁这个超级优惠券。这张优惠券真的是不说不知道，一说吓一跳。我也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这张好用成这样子。刚推出的时候是买1送1，一共是1900元而已，而且是开通后3日内都可以使用，不管是什么车种都能使用。对号座只要能滑得到位，也是能乘坐，没有什么特殊限制，非常好用的一张台铁 T Pass。加上购买时还有含北北基好玩卡2日游，再送公车捷运2日无限搭乘的优惠卡，就有了这次北部之旅。每次来到了台北，都还是要再看一次入关图，尤其是要分什么东门、北门的。这台北车站的大厅，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。这种席地而坐的风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绕了一圈，总算是拿到捷运实体卡了。有了这张，就准备开始这3天2夜的行程吧。那第一站就是先前往淡水来逛逛。这次的住宿也就是在淡水附近而已。以前都会在月历上看到的关渡大桥，现在看起来也是斑驳了许多。想不到这条线那么热门，我从台北车站一路站到淡水。说真的，上次来到淡水也是20年前的事了，跟记忆中的淡水感觉差别非常大。那淡水车站是沿用红毛城的视觉感受而打造，算是非常有特色的捷运站体。旁边就是通往淡水渔人码头的淡水老街了。虽然说是淡水老街广场，但这边几乎没有摊贩进驻，而是往更里面的街巷才有。那一般所说的淡水老街是泛指中正路一带，那就来去逛逛吧。说实在的，这跟我印象中的老街非常不一样，感觉都已经现代化了。话说，洋式、闽式、日式的旧建筑也已经逐渐埋没了，可能要仔细找才能找到当中的醍醐味吧。从西元1629年西班牙人进占到1642年荷兰人入侵，历经清政府的统治以及日治时代的历史旧事，现在则演变成观光客休闲逛街的去处，也是一种另类的时代变更吧。那话说，淡水老街的名产不外乎就是铁蛋、鱼酥跟阿给。等等看有没有经过，再买几个让小朋友吃吃看。这部分就不会再特别绕去什么所谓的老店了。铁蛋我一直觉得很难咬，印象中只吃过1次，就不曾再买过了。如果有好吃的铁蛋，也欢迎各位观众来分享。那逛着逛着，就逛到外围道路来走走。这边有海风，多少还有点凉意，要不然走在老街里还是有点闷热。顺便来看看知名地标金色水岸。外面的老街比较好逛一点，路也比较宽阔。不过下午来还是有点偏热，要接近4、5点左右来逛才比较适合吧。那这边比较属于摊贩性质，所以内用座位几乎都没有，只能在外面找位置来用餐，有点小麻烦。除此之外，算是一条还蛮好逛的市集就是了。那接下来就是要前往巴黎码头了，这边需要搭船前往，如果不搭船，就是要走关渡大桥过去，排队的人潮还不少。有点纳闷的是，明明有看到刷悠游卡的机台，却叫我们要买实体票才能搭。有观众了解这是什么情况吗？那搭船的方式跟旗津不太一样，这边是仅提供行人的部分而已。机车是不能上船，不过自行车的部分就不确定了。上下船的方式也不太一样，有种抢滩的感觉。那这码头不仅是提供到巴黎的航班，也有其他的海上行程，这边就不多加介绍了。整体的航行时间约10分钟而已，应该是不用怕小朋友晕船的情况，算是一段还蛮惬意的海上之行。
远远的可以看到尚未完工的淡江大桥，据说是在2026年的第2季会完工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一下船，马上就可以看到满满等上船的旅客。不过这边比较能逛的，应该也是只有巴黎老街，要不然就要另外开车过来去其他景点了。那我们这边是要直接前往入住的饭店。途中会经过巴黎老街，不过跟淡水老街的重复性有点高，算是渡船口这边非常热闹的点。离入住饭店大概也将近要走10分钟左右。那经过千山万水之后，终于抵达今天入住的饭店——巴黎福朋喜来登酒店。其实后来查找网络资料才知道，喜来登也有分等级。喜来登是万豪国际集团旗下的高登品牌。而福朋喜来登则是喜来登的副牌，而这间是2023年最新开幕的福朋喜来登酒店。那一般而言，喜来登跟福朋喜来登差异性主要在价格跟设施上的不同。福朋喜来登的住宿价格更有竞争力，但在设施上可能会有所简化就是了。那就来看看有什么不同吧。老婆大人这次选这间也是为了庆祝生日而来。所以饭店设施都比较偏向成人化，主要的饭店设施都集中在5楼，所以整体休闲空间不算太大。那已经到了入住时间，就先进房放完行李，再到处逛逛吧。楼层的摆设非常有氛围感，完全就是文青风的感觉。那就准备来开箱这巴黎福朋喜来登酒店。看看这知名连锁的酒店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吧。一走进来，窗外采光非常好，房间也相当明亮。这次的房型是2大床的形式，房间内设备不多，有一个标准型的办公桌，勉强当餐桌还可以，虽然附近没啥宵夜小吃就是了。房间的气氛真的是烘托的不错，床头灯跟书桌灯都有一种典雅的感觉，算是一个能放松心灵的空间。接下来就是这窗外的景观，能不能有让人期待的惊喜？这边是没有阳台，只有一大片落地窗而已，感觉有点微妙。虽然看得到河，也看得到山，但窗景正对面出去，则是一堆工厂风，这样算是有点扣分吧。或许其他房型会更好。那这边是直接附瓶装水使用，不用再跑到外面去装水了。不过茶包的种类不多，接下来看看冰箱里有什么。2瓶汽水跟果汁算是还可以啦。房间不算大，但该有的也没有少。以这酒店的等级来讲，应该勉强算达标了。浴室的浴缸很特别，是正方形的模式，算是可以全家人一起泡澡的空间大小，让人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设施。那放完行李后，就来泳池走走吧。这里虽然不是无边际泳池，但景观也不错，只是深度跟大小，充其量是来泡水跟玩水用而已。下面就是巴黎左岸公园跟观海大道，再过去一点还有水星公园、翠宝活动区游戏场，可以让小朋友活动一下筋骨。泳池旁边还有免费提供果汁跟小点心，另外还有一个吧台，可以单点不同的饮料，算是还不错。室内还有3温冷的设施，但内部禁止摄影。设置有点阳春，但穿泳装也能使用就是了，不用再换来换去，显得麻烦。在另一侧的室内空间就是健身房的部分，设施偏向跑步机为主，其他设备就很少了。但窗外的景色有点被泳池挡到，只能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吧。儿童游戏室都是静态设施为主，所以想以亲子活动为前提而来的话，会不太适合。那会来住这间，也是听说餐饮非常棒，尤其是我们这种1博20的，早餐晚餐都不错。那晚餐的部分会独立拍成一集，请各位观众见谅。那下午跟晚上就是到附近的公园走走而已。早上的部分会拍摄一集自行车的影片，如果有兴趣的观众也请多加支持，按赞跟订阅。
那紧接着就是来到自助吧早餐的环节了。这边我凌晨5点已经骑完一趟巴黎左岸自行车道，运气不错，回到饭店才开始下雨。那运动完，肚子也正饿着，就赶快来开箱这自助吧吧。福朋喜来登酒店的自助吧有对外开放，成人价1个人是700元加1成，这价格看能不能反映在食材上了，要不然以早餐要近800元来讲，算是高价位了。早餐的饮品还不错，算一算也近10几种品项的选择。餐点的走向比较偏精致化，各种品项的种类也不少，中西日式都有。不过当日来住宿时，几乎没遇到过外国旅客。说真的，光是餐点的摆盘跟气氛灯来讲，这应该是我吃过饭店早餐中气氛最典雅的一次，用餐环境非常的舒服。加上那么早起的房客也不多，也不会看到盘底被一扫而空的画面，整个用餐的心情就好很多。其他像是水果的种类也不少，可以多样化选择。虽然不是标榜亲子饭店的服务，但餐点的品项也很多，都是能符合小朋友的口味，搭配优格的配料也很多种。基本的白饭就不多加介绍了。比较值得讲的就是满满的冷盘。除了台中凤凰酒店以外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早餐吧摆那么多冷盘的。走到热炒区这里，热炒这边也不含糊，丰富的程度也不会输给晚餐时段。另外还有2种口味的白粥可以选择。那旁边就有各式各样的佐料搭配，还有酱瓜跟脆瓜等等的组合。这可是沙拉区蘸酱，可不是用来配白粥的。沙拉其实放在冰箱里是蛮难拿的，尤其是在最上层，算是有点不方便的地方。这里现煮的面品还分2种，等等影片后半段也会介绍到。看完了中式，来稍微换点不同的口味。这区应该是偏向西式吧？还是混合式的？我也看不太懂。反正到时候拿就对，吃就饱，这样就好。那这边我就很肯定是港式了，只是港式早餐我兴趣不大。这边就快速翻过，让各位观众参考看看。但要说正统的港式早餐，是不是还要配壶茶才是？不过这边没有阿叔，不用请阿叔喝茶。早餐吃这些包子，我也觉得很快就饱了吧。如果有观众喜欢这种早餐，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区分享。虽然反光字卡看不清楚，但这个汤可是人参鸡汤，超级补身的。最后就是松饼区，那这边介绍也要告一段落了。那早餐就从一份现做的蟹肉乳酪蛋卷开始吧。这边都是现点现做，虽然有点费时，但美味是真的可以保证。那拿完蛋卷后，就准备来讲讲这次入住的感想吧。这次大老远的从高雄跑到台北来玩，一方面是有台铁优惠券的缘故，另一方面就是庆祝生日，所以才特别选这间酒店来体验。或许之前住过很多有特色的酒店之后，这间巴黎福朋喜来登酒店住起来就比较没记忆点了。硬体设施上只能说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这样。地点位置也稍稍逊色了一点，虽然是在淡水河这里，但交通还是要以公车为主。饭店本身没有提供接驳车服务，让我大吃一惊。至少也应该要有到关渡捷运站这个地方吧。虽然双北的公车是非常的方便，但总少了星级的服务感。对我来说，算是不太能接受的地方就是了。那说到优点，那就是餐点真的非常美味。光是早餐就有社仔面、淡水鱼丸汤这类的当地美食，晚餐也是非常的丰富到，让我另外想做一集来单独介绍。那毕竟也是这2、3年才开幕的新酒店，从大厅到房间，再到各个公共设施来讲，都是能感受到那种崭新的氛围，住起来也算舒适。但对我来讲，这间的餐饮大于住宿的等级就是了。位于巴黎这个地点，晚上能去的地方较少，
饭店前面公园跟观海大道逛一下还可以，下午或早上有空闲也能骑个单车，但也仅仅如此而已，算是有点小可惜吧。饭店本身跟餐饮都很好，唯独地点就真的是美中不足，也给各位想来入住的观众参考参考。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